你把辣椒酱放入水中，然后轻轻的一哼，这就是科学。科学实验室，为你解码美味方程式。哎，你知道什么食物能让你既痛苦又快乐吗？你又知不知道呢？酸甜苦辣咸中哪一个不是一种味道？哇，不得了！今天科学实验室呢，我们是火辣燃爆现场，让你欲罢不能，有血有泪的一集，所以嘉宾们接招。好，有请我们第一位嘉宾，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吴曼超老师。大家好。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名厨 Chef Charlie。大家好。好，那接下来欢迎很会下厨的慧芳姐。还有为了满足爱妻，常常帮他下厨的Jeremy 田明耀。田明耀，而且田明耀讲3遍，田明耀，田明耀，田明耀。还有大咖一起来的陈宁。All right。OK， 不过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，就是你们有没有谁是无辣不欢？无辣不欢。我有点重口味哦，对，所以越咸越甜越辣越好，不要苦了。对，我是属于重口味的，但是辣不行哦，真的太辣不行啊！我每一餐都要小辣椒，每一餐都要小辣椒，真的，你看我的老婆也是，家有辣气，对，也是很辣，一定要辣的。不过想了解一下，像Chef Charlie，你是咖喱王子，对不对？不过我听说你反而比较不吃辣哈。我不吃辣，一点都不吃吗？是味道还可以，假如太辣的话，我就拉肚子。是身体的问题啦。对 ，OK。那陈宁，你说重口味，你吃过最辣的料理是什么？可能是那种 Death Valley 那个酱汁辣椒酱吧。最近不是很多人挑战那个韩国辣面吗？他们就说，你如果吃得完的话，给你100块。我就说好，吃了一口，大家开始有生理反应。我吃完一整包，我说，我还是没有反应不是那个辣椒，是因为那个100块。OK， 不过我想问一下老师哦，据你了解啊，目前世界上最辣的东西是什么？首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的确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个辣度的。那这个呢叫做斯科维尔感官测试。这个测试呢是由一名叫做斯科维尔的科学家，他呢就是研究了一种方法叫感官评定。他的做法就是说把那个辣椒研磨成粉，经过各种倍数的稀释，直到稀释到一定的程度，说大家尝了说没有辣度了，那这个稀释的倍数就是这个辣椒的辣度。比如说朝天椒，它的这个指数就有3到5万这样，也就是说你要经过3到5万倍的稀释才能够品尝不到任何的辣度。对。但是呢，这还不是最辣的，最辣的呢是一个叫做龙息辣椒，它的英文叫 Dragon Breath， 就是龙的呼吸。哇！它的这个指数是248万。那个应该光看你都觉得辣，喷火，对不对？不过重点是我们今天这个比赛4题问答题得分最多的那一位就是优胜者，会有一份神秘大奖就在前面。你们觉得是什么？辣椒1盒。Dragon's Breath， 哎呦，直接生吞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直接请6月去揭晓吧。好，3、2、1 ，All right， 哇，各式各样的辣椒酱，前面4包是 Chef Charlie 特制的辣椒酱。对，好，欢迎 Chef Charlie，来啊！那今天呢？第一道跟辣有关的料理是什么？是一个酸辣墨鱼。又酸又辣，我喜欢，很开胃，对，有没有哈？在 Chef 准备的同时，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第一道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请问辣椒的哪一个部位是最辣的？A. 辣椒籽 ，B. 胎座 ，C. 内果皮。好，来，请揭晓答案。3位都说辣椒籽啊。我们一般上第一题是送分啦。对，要么就送分，要么就是看来宾是有多笨。为什么选辣椒籽？小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讲说，你不要辣椒太辣的话，就把那个辣椒籽拿掉，就没有这么辣。所以我从此以后都不吃辣椒，我只吃它的籽。拿籽只要生吞。没有啦 ，OK。感觉咬到辣椒籽的时候会比较辣吧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那个辣的部分。吴老师，
请揭晓答案 A、B 还是 C？ 这道题的答案呢，其实是 B。讲这么多，我们3个都错。所以我们都不是聪明人。热身题，热身，温嘛。所以老师来，最辣是胎座哈。对，因为辣椒素的分泌是从胎座开始分泌的，然后离胎座越近的地方就越辣，所以辣椒籽跟这个胎座还是很近的，所以辣椒籽也是很辣的。这个辣椒的这个辣啊，以科学角度到底是怎么解释呢？它的这个辣度主要是因为它的辣椒素的含量。辣椒素呢，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。哦，它会跟我们舌头上面的一些受体结合，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辣。味道我们会分为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所以辣的话，其实算不算是一种味道？严格来讲，辣并不是一种味道。严格来讲，辣并不是一种味道。其实接受这个辣椒素的这个受体啊，实际上是一种感受痛的这个受体。对，同时我们其实都形容错了。对，每次做些烹饪节目的，我们不应该讲啊很辣，我要很痛。我们形容错了，没错哈。来，我们还有更深入的一个解释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酸、甜、苦和咸味都是通过舌头上的味觉感受的，吃辣的快感却是来自痛觉。香草素受体一型是人体内的疼痛感受器，当辣椒中的辣椒素激活舌头上的香草素受体一型时，就会导致香草素受体一型产生触电的感觉，也就是所谓的辛辣感。当辛辣感的痛觉传递到大脑时，脑下垂就会分泌内啡肽来缓解痛觉，让人产生放松的快感。内啡肽实际上是一种类吗啡的物质啊，吗啡？对，它的这个结构类似吗啡，你知道说会让人产生一种镇静对和愉悦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内啡肽也是一样的。难怪我每次那么自嗨。对，很开心。对，所以有些时候心情不好，你去吃一碗辣的，心情会变得比较好。而且我看就是 chef 在做菜的时候，他有戴手套，是，就是一般其实处理辣椒的时候，哇，手会很辣。所以像我们手的皮肤上面也是有这个香草受体的一型 OK 所以说手也能感受到这个痛的感觉了。实际上，那马上直接第2道题了，好不好？来。菜肴煮得太辣的时候，以下哪一个方式呢是可以降低辣度？A 加芝麻酱，或者是 B 加盐，还是 C 加醋？加芝麻酱、加盐还是加醋？主持人有没有暗示？有。答案可能都够一个。啊，这个暗示很好了嘛，对不对 ？OK。请揭晓答案。Jeremy 是写加盐啊？对。哎，我的暗示这么明显呢，一个超过一个，这样超过了，没关系，你已经举了，已经举了。一个 C 吗？不，来不及了，已经举了啊。慧芳姐是 B 跟 C 加盐加醋，然后陈宁是 A 跟 B 加芝麻酱跟加盐。芝麻酱我觉得好像会啦，应该会，个人猜测，对，猜测。那盐呢？为什么有盐？刚刚你们都给提示啦。想问一下 chef， 你在处理完辣椒的时候手很辣，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撒盐拿盐抹手，抹手，然后开一点烧水，对，去洗，就那个辣度会减低它的辣。你们要仔细听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是说你的那个菜煮太辣嘞，chef 刚刚加盐是手嘞，不一样嘞。来，芳姐是盐，我是刚才是听 chef 讲说，不要误导了，可能被误导没关系，就误打误撞吧。是。然后我在想，会不会是用这个醋来中和它的辣度？哎，这个就蛮逻辑的哈，有可能哈。平时我煮就是太辣，我会加一些盐，或者是那个 soya sauce 这样的。然后你觉得是可以中和？它就综合一下。OK， 好，根据个人的经验了哈。对。好，答案是什么呢？这题的答案是 A 和 C
A 和 C 加芝麻酱跟加醋，恭喜3位要答错啦！有一个半个对啊。没有，要完整的，要写 A 跟 C。哇哦，啊，所以 A 是对的哎。所以老师为什么是 A 跟 C 啊？加芝麻酱啊？芝麻酱的话呢，它因为里面含有脂肪，然后这个脂肪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中和辣味。C 的话，这个醋呢，因为它含有这个醋酸，辣椒素它其实是一种生物碱，所以它是可以帮助中和生物碱的，所以可以帮助降低一些辣度。了解。所以 Chef 你现在做的如何呢 OK， 那这个是我本身觉得是辣的啦。 ？OK，然后你们觉得辣的话，连我会用水果来 balance。来减低它的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试试 Chef 的酸辣墨鱼，来开动哈。如果觉得太辣，是可以调整的。好辣，哇，好辣哦！很辣啊，哇，哦，我很怕辣的嘞，我 try 看看。哇辣，哇，很辣嘞，真的很辣嘞。很辣，我现在头皮是麻的嘞。眼泪都要飙出来也了。没有关系。所以现在如果顾客觉得太辣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加百香果、百香果跟芒果下去。好百香果是酸，芒果是甜。可以。OK， 好，好了，酸辣墨鱼完成。OK， 来，闻起来有那个百香果的香味。哇，很清爽，就是微微的辣，是一个提味而已。好吃。刚才的是它的辣度已经强了，这个是刚好，所以那个墨鱼的鲜味你就可以感觉得到，而且再加一些酸酸的那个百香果，是，所以搭配的很好。对。菲芳姐刚刚也是吃到哇，整个现在 OK。它的那些水果中和掉它的辣。对，这个料理是前菜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得了，第2道是重头戏啊！哇哦，所以第2道料理要做什么？ Chicken rendang。喜欢。棒！那我们这边同时哦，嘿，今天我们的第1道题，前面那个就都做过了，全部剪是 OK， 全部剪掉，剪掉，我们剪掉哈。来，请发问。要问一下现场的嘉宾们，第3题，咖喱汁呢？如果你煮得太稀薄，那你应该要怎么办？是 A，你可以选择加蔬菜，或者是 B，你将咖喱里面的马铃薯给捣烂，还是 C 加玉米粉？这个答案有可能有超过1个。来，请看答案，有请。我没有选择 B 的原因是，我知道我放马铃薯的话，整个汁会变浓稠一些。但是我在想，它是大力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效果，那把它弄碎了，还会有一样的效果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就那加蔬菜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2个答案呢，所以我就所以你很确定 C 是对的 C 应该是对的啦。玉米粉，我觉得 A 我不确定。OK， 我做浓汤的时候，我做那些像mushroom soup 啦、corn soup 啊什么，我都会放马铃薯进去 OK， 一起搅烂，然后就变得很浓郁，对，浓稠。是。然后如果我菜的汁太过稀的话，通常我们会勾芡，就放马铃薯。哇，浓稠真的经验之谈哈。Jeremy 呢？一样的啊，flour 是什么做的？你没有听过 vegetable flour 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像 potato starch 这些都有听过。对，这些都是把一些汤把它弄得比较浓稠。是，所以这些答案呢，请吴老师来揭晓。这题的答案是 B 和 C。哇，两位放解答对1分。来，请老师解释一下。大家解释的都是对的，因为马铃薯啊，它里面也是含有淀粉嘛，所以你那个煮熟的马铃薯其实是糊化了的淀粉，所以是可以增稠这个咖喱汁。对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玉米粉它也是一个常用的增稠剂，加水糊化了以后也是可以增稠这个咖喱汁。是，所以现在目前呢，2位是暂时领先的哈。对，继续加油哈。陈琳，加油！好，你们2个加油，你们2个加油。好，最后一道关键题了。好，以下哪一些饮料呢是有解辣的作用 ？A. 糖水，B. 牛奶，C. 啤酒，还是 D. 清水？最后一题，来，我们请看答案哈。好 ，Jeremy 是选 OK， 先问一下陈琳，为什么你选糖水牛奶呢？我知道牛奶一定是可以的啊，刚才也有说到那个脂肪会帮忙减辣，对吗？然后我就在想，糖水很多脂肪啊。牛奶一定会，
牛奶一定会啊，对，一定会，因为我看过很多电视节目，对啊，没尝试就要看电视。 OK 但清水我觉得它会解辣，不过是需要喝很多。牛奶呢是众所周知啊，啤酒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吃的很辣，我去喝可乐，汽水嘛汽水嘛，它就对好像把我舌头里面的辣哦，好像有减低的感觉。哦，所以你觉得可所以乐，啊，可乐，但是啤酒也是有很多气嘛，所以相同的啦，也是有。有气的，有气饮料。对， OK， 好，吴老师，请解答。以下哪一些饮料呢是有解辣的作用？这次要恭喜陈宁，哇！谢谢。哇！天哪，糖水跟牛奶啊，对，因为辣椒素它其实是溶于脂肪的，所以这个牛奶里面一个是含有脂肪，另外一个是含有酪蛋白，就是 casein 啊，它这个蛋白质，两者都是可以包裹这个辣椒素，让它脱离这个我们的感觉的这个受体。其实也不一定说是糖水了，只要说是含有甜味的，那它这个甜味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干扰我们大脑的感觉，因为甜味也是可以缓解你感受到的辣度。我们来看看更深入的一个解说，请看。想解辣，喝冰牛奶就对了。辣椒中的辣椒素是不溶于水的，因此想通过喝白开水来解辣是没有效的。喝冰牛奶能解辣，首先因为冰的食物可以减少香草素受体上的灼热感，同时牛奶含有丰富的脂肪以及酪蛋白，这两者可以有效地包裹辣椒素，把辣椒素从口腔里带走。OK， 所以说答案就很明显哈。但是为什么啤酒跟清水是没办法呢？首先，这个辣椒素其实不会溶于水，哦所以可能除非就是像那个 Jeremy 说的，说对要喝很多很多很多的水对啊，把它冲冲掉掉对把它但是冲掉并不是说可以溶解掉了，是把它所以可能没有冲掉没有那么有效果。嗯酒精其实也是可以溶解脂肪、溶解这个辣椒素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啤酒的酒精度还是比较低的，对。刚才我们都说嘛，喝牛奶能够解辣，那是不是真的？直接做一个实验哦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请大家吃个辣椒。这个叫做苏格兰原茂辣椒。是。那刚才老师有提到辣味指数嘛，也不是很高，大概10万到32万之间。这一个呀。啊朝天椒也就是3到5万。哦。啊，我们先给那种不大会吃辣的吃了。啊，没有。再看 OK， 那我开头了。推三阻四，算什么男人？对不对？敢来。来吧。快点，整个进去，快点。来了，升起来了吗？后劲很强。对，哇，来，哎，妹妹，在这种时候他讲来了，你的牛奶就要推过去了。来了。对，我不能靠近他。我现在感觉到整个发热，很辣，很辣，真的是啊，来哎，你试一下，不要喝对你来说。是多少？你吃一下，先不要喝。 10分。你那个辣椒啊，你要知道那个胎什么？胎座，很辣，胎座。天哪，我哪敢吃这样？我有点害怕了。来，雪人咪，加油！好，整理啊。整理了啦，我刚刚都挑战整你整理理了。整理。哇，哎，其实它跟小辣椒的不一样。对，小辣椒你一吃，它马上它的辣度，它是慢慢出来的。它的辣是一直还在。我喝牛奶的时候含在里面是会舒服，但我一吞下去之后又开始辣，它那个辣一直在的，好厉害哦。还得麻呀，真的会麻，那个舌头麻了。如何？麻的好会辣是那个麻，不会辣，就是麻的感觉。哇，还好，真的还好，因为慧芳姐还没吃。我觉得还好，真不要的真的吓他。哎，慧芳姐，你咬那个辣椒完全不辣的，你要吃到胎座，不辣不辣不辣，真的还好吧没有啦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一咬下
去就辣，就整个舌尖已经好像肿起来的感觉了。来6月看看了，没有那么夸你张，对不的后对？劲，它是慢慢上出现在舌尖上。没有，你可以接受嘛？关键是辣，但可以接受。哦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小辣椒，对 June，诞生。恭喜。好，那这整盘可以拿回去了。对所以真的哦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，如果你吃到很辣的话，冰牛奶真的可以解辣，含在嘴巴，它的辣会慢慢的化掉。因为刚才我一度哦也是觉得哇，我快受不了。现在好多了，现在整个降下来。对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们聊那么多，你的这个人当鸡也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可以了 OK， 好，上菜。好，来直接开动好不好？来，人当 chicken， 好棒哦。一点都不辣哎，很香很浓郁啊。它的酱很好，它的酱料其实它没有煮很久，但就已经那么入味了。没错。好好吃。不过重点是哈，我们现在总结成绩，3位呢各获得1分，但是今天还是要决定最后的那位优胜者，所以会进行一个终极的抢答题。OK， 问题来了，请问辣椒里刚才有没有提到什么物质决定了辣度？请抢答。OK， 来，慧芳姐来辣。椒素，恭喜答对，就是你了，慧芳姐，哇！恭喜慧芳姐获得我们的辣椒酱。哎，什么感想？什么感想？今天啊，这些辣椒我回去不是辣我，都不会去辣我家人。好，再次恭喜慧芳姐，恭喜！那分析是已经学会烹煮辣椒的美味方程式了吗？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趣好玩的烹饪科学原理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继续收看下个星期的科学实验室。是的，再次谢谢 Chef Charlie， 还有谢谢吴老师，谢谢慧芳姐，谢谢 Jeremy 哥哥，谢谢程宁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过最后想问一下，刚才我们这样，看它叫沉是什么原理？为什么？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实验，叫做笛卡尔潜水员 （Cartesian Diver）。对，其实你有在偷偷的捏什么？没有偷偷捏，你有没有我很明显这样捏，你没有看到没？我大力点，手要发抖啊！你看啊。